拉夫罗夫关于哈萨克斯坦的讲话耐人寻味，俄罗斯真的变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过去我们就说过，俄乌冲突对全球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俄罗斯国力和军力下降的影响。其中呢，又以中亚国家远离俄罗斯为主要的表现特点。这几天，亚美尼亚武装力量打算与北约军队一起参加在欧洲的联合演习，被认为是脱离吉安组织的严峻信号。过去，俄罗斯是一个靠输出安全保障来提升其影响力的国家。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就是以俄军为主心骨的存在。前年，他们曾经在出兵平定哈萨克斯坦政局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亚美尼亚靠向北约是因为该国与阿塞拜疆的战争过程中得不到俄罗斯的支持的话，哈萨克斯坦远离俄罗斯的原因就更为复杂。一方面，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都是对欧洲的能源输出大国，双方存在着竞争关系。在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俄罗斯又选择了对哈萨克斯坦油气管道进行控制，最终导致哈方选择能源出口多元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也存在着俄罗斯族的问题，所以托卡耶夫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并不支持，而且呢还抱有戒心。美国和欧洲也正是看中了这个机会，力推与哈萨克斯坦改善关系。布林肯前一阵子访问哈萨克斯坦，拉拢中亚国家倒向美国的意图非常明显。按照俄罗斯过去的脾气，一定会反对中亚国家与美国的亲近，甚至反对中亚国家修建中吉乌铁路很多年。不过，最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表态耐人寻味，看来真的变了。拉夫罗夫在与哈萨克斯坦外长努尔特列夫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并不反对哈萨克斯坦同西方国家交往。俄罗斯认为欧亚国家与美国和欧盟目前的互动水平没有威胁。拉夫罗夫强调，只有西方国家试图进行威胁、勒索、强迫我们的盟友破坏与俄罗斯的关系，损害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我们当然不会隐瞒我们对这种企图的态度。也就是说，如果西方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透明的基础上，俄罗斯就不会反对，或者说，只有西方表达出想离间和破坏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时，俄罗斯才会进行阻止。那么，俄罗斯为什么要改变过去的立场呢？首先，掌控周边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发展道路选择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带来反面效果。中亚国家是俄罗斯的军事盟友，而且与俄罗斯在经济上过去也有比较紧密的联系，但是在俄罗斯当前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的情况下，能给这些国家的并不多。如果在控制和干扰这些国家的发展，非要哈萨克斯坦等国按照俄罗斯的意图行事，可能会遭到相反的结果。这也能解释俄罗斯虽然帮助托卡耶夫稳定了政局，哈萨克斯坦却在刻意削弱俄罗斯影响的原因了。其次，俄罗斯需要适应中亚国家在俄罗斯、中国和西方之间找平衡的战略，不能再把中亚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又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对于当前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调整是非常必要的。最后，俄罗斯也需要适应军事力量削弱之后，安全保障不被中亚国家看重的现实。俄罗斯过去给吉安组织输出安全保障，的确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比如帮助哈萨克斯坦解决国内的混乱，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部署维和部队等等。但是在俄军深陷乌克兰之后，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威慑力也将大打折扣。当军事实力镇不住场子的时候，外交层面就要有所调整了。总体而言，从拉夫罗夫的表态我们可以看出来，俄罗斯的外交也在适应俄乌冲突负面影响外溢的新常态，尊重中亚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但是又要避免这些国家完全倒向西方，这需要外交智慧。拉夫罗夫这一次可以说干得相当漂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